现在呢，我从桥上顺坡而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去村里的地方。你看这些农民把边上那种边角的土地都用来种蔬菜了，看来还是非常的勤劳。今天你看村内还在，应该是舞狮还是舞龙在搞一个活动哇，这是聚会吗？哇，摆着那么多个圆桌这边村民聚会，是一个大宗祠吧？看来今天晚上要聚会了这里。原来这边有几个保存完好的祠堂，这就是乡村大家乡里乡亲的，过年过节呢就会在这边举办一些活动，这些活动还是非常有乡土气味你看，姓郭的叫郭氏大宗祠。这个真是不错。这个祠堂很大很漂亮，非常棒。我的身后的锣鼓喧天的这边呢，应该是平山村里面的一个郭氏大宗祠。我看他们准备要会餐了，然后呢也在搞一些仪式在那边舞龙舞狮的，好像还有募捐活动，这感觉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就是地方老百姓过年的这种气氛，被我赶上了非常棒。太棒了，看到村民在庆祝他们的节日，应该都是一些郭氏的后人在他们的一个大祠堂跟前呢，摆了几十围还没上菜，估计天黑以后大家一起会餐。看到很多人呢，在摆着桌子接受村民的一些乡里乡亲的捐款，就是用于维修祠堂之用我觉得这种祠堂呢，真的是民间维系整个家族还有这些宗族的这种关系紧密这种邻里关系的一种非常好的传统中国就这样朝代可以经常变，但是呢，这个民间的这种亲情是不会变的。这里是平山义村，继续沿着这条小河冲向前骑行。虽然这些普通的民居呢，已经找不到传统的样式了，就大家也是为了居住的环境好一些，面积大一些呢，就自作主张的把这些宅基地上面的房子不断的翻造，然后呢，对于它的整个款式也没有太多的
讲究，所以看上去呢不是很好看啊。但是这些农民，你还能对他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吗？也做不到吧。这边的老百姓啊，就那些农村的村庄啊，几乎都长得一个样啊，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怎么实惠怎么来。买不买啦？我已经从平山一村里面骑了出来，门前呢是一条大道啊，边上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广台高速的高架路。从这边呢，我相信是可以回到中英路上啊，然后从大富山北门那边呢骑回紫福新村去。
骑过这条中村中信路，我就想着继续往前骑一段。这边呢，应该是中村的热闹地方啊，有村民广场，有体育公园，还有很多休闲的设施啊。我正对着呢，就是中村镇文化广场啊，就每一个这种街道、村镇呢，都会有这样的文化公园、休闲广场等等啊。我以前很少进到这个里面来啊，今天我到里面来逛一逛。你看啊，这么一个很不错的广场啊，就那边也有一些篮球场这样的体育设施。首先呢，就说明啊，当地还是有了一些钱了啊，就没有钱，这些设施、这些场地就很难搞出来嘛。第二个的话呢，大家也愿意把这个钱呢用到一些年轻人休闲、搞活动啊，市民们在这边休息、体育锻炼啊等等这样的方面来。你看，还做了一些浮雕，西桥望月，可能也是以前啊这边有一些风景，同时呢也有一些像沙田夜市啊，古已有之的传统的市场，还有百鸟归巢、宝鸭川联啊，相信都是一个个的景点啊。我觉得这也挺不错的一种带有当地气息的、保留着农村的一些元素的休闲广场啊。
现在呢，我又回到了中运路上啊，前方呢就是祈福新村了。像这样的休闲的骑行啊，真的非常的愉快。我的前方呢就是大夫山公园北门了。今天呢我就不到里面去骑行了，改日再到这边来。今天呢就是从祈福新村出发，在中村地带的一个骑行下，就到了圣石村，有一条圣石河边上的绿道相当不错。然后呢连到了平山村，去到了南站附近尤其呢在平山一村有个郭氏大宗祠，应该郭姓的很多村民呢在那边祭祖搞活动我看还有募捐，专门请了舞龙舞狮队，放了一些鞭炮，非常热闹的场景。而且呢摆了几十围的餐桌，想必活动结束以后呢就会进行村民的聚餐活动所以很有农村的过节的气氛，就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一种体验。现在呢我就顺着这条中运路骑回去了。
好，我已经回到了村内啊，祈福名都这个屋村前面了。这边呢新开了一个射击馆啊，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这小朋友在这边练习射击的，有步枪，应该主要是步枪吧，到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来玩一玩啊。还有一些小神枪手啊。
好，现在呢，从半山这个门呢，进到了九星村里面了。还有个。再次经过右侧的登山道，那个口袋公园。看来这个小公园今天在这边玩耍的人很多。
在村里又多转了一大圈，从半山那边骑回来。就今天可能是没有使劲就是很休闲式的这种骑行，所以并不感觉累了。我就趁这个劲呢，稍稍的多骑了一点。好了，我那已经到家了啊。今天呢，休闲骑行非常愉快啊，是过节后第一天上班的这个日子。但是呢，街上人不多，屋村内呢也有很多空位置，相信呢很多人还没从外地回来。那我们改日再见，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